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，我太渺小，被你思念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幻想。失去所有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，保护你，用爱围绕，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1秒。为什么拆这个招牌啊？老板叫我拆的，我就拆喽。你的老板是谁啊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店可是我们的店啊？你快下来啊！喂，哎，新哥，你来的正好。新巴黎这个名字不好吗？以后还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招牌呢。没有以后了。为什么啊？我没有钱，新巴黎给别人顶去了。以后这里是卖咖喱鱼头，叫巴厘岛。不再叫新巴黎了。喂，你不是在骗我吧？我骗你干什么？哎，你不是去了联邦你姑妈家住吗？为什么跑回来？你不要提了，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去我姑妈家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姑妈家旁边有个猪寮又脏又臭，又没有自来水，连我洗澡还去井边挑水，还有它水洗到全身都发痒啊。还有那里到了晚上蚊子很多，我姑妈睡觉打鼾的声音好像打了一样。喂，你说够了没有啊？当然还没有啦，我姑妈家还养了鸡鸭，那些鸡鸭还跑进屋子里面大便啊。小姐啊，你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还要挑三拣四、嫌东嫌西的。你想想看，除了你姑妈，你还有什么亲戚可以投靠？你咯？我什么时候变成你亲戚了？你虽然不是我的亲戚，可是你亲口答应我爸爸要好好照顾我的。照顾你？总之呢，我是跟定你了。对吧？你要投靠我？那好吧，不过一切要听我的哦。嗯。首先搬离你那个大房子，租一个小房子来住，然后呢，我会帮你找一份工作做，自己赚钱养活自己。不搬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你也霸道嘞！去你姑妈家住。喂，我姑妈很啰嗦的。你选择就只有一个，姑妈还是我？你不要逼我嘛！我不想做我不想做的事，我只想做一些我想做的事。你已经别无选择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姑妈还是我。喂，你再逼我的话，我就哭了。喂，不是吧？喂。新巴黎没有了，我住的地方没有了，我那个落脚的地方。好了，不要再哭了，烦死人了！你再无理取闹的话，我真的不管你了。旭哥，你不可以不管我的，旭哥。六月，那么迟才回来啊？我刚去补习回来。哦，那你累不累啊6月，他答应我爸爸要好好照顾我的。那个荷兰叔跑到荷兰去避战，那把这些麻烦事全部推给我。既然你答应了荷兰叔，帮人就要帮到底啊。对呀，帮人就要帮到底，送佛要送到西。6月，你会站在我这边支持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也是佛哦，小姐，你还在涂指甲油啊？快好了。哇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哎，不许动！这个东西我要搬过去的。这鬼东西有用？都说你没品味了，圣诞节少了这个，怎么能够许愿呢？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还说是鬼东西？随便你了。大兴，这些摆设品你也要把它丢掉啊？谁说我要丢掉啊？我已经跟对面街的高楼布丁说好了，全都卖给他。
卖了之后啊，就够你半个月的生活费了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看了我会心脏病爆发。我说不过你，要卖就把它卖掉了。阿周呢？回咖啡店了。应该叫他爸把鞋柜搬了，他才走。不是吧？这个鞋柜你要带走？当然啦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随便的选几双，包起来带走。喂，来，你看看，我有这么多双漂亮的鞋子，没有了这个鞋柜，那我这些鞋子要放哪里呢？小姐，你又不是蜈蚣哎，你只有2只脚，要这么多鞋干什么？都说你不懂得潮流啊，来，那我教教你。这一双啊，是我参加宴会的时候穿的。这一双是我逛街的时候穿的。这一双啊，是喜气洋洋新年的时候穿的。够了！你知不知道现在你租的房子呢有多大？我不管那个地方有多大，总之鞋柜呢，我一定要搬去。鞋子1双也不能少。好，全都带走。那晚上呢，你就抱着你的鞋子睡在鞋柜里面。阿信，你说我睡得进吗？阿信，这房子怎么这么小的？喂，我的房间这么小啊！哎呀！没搞错，一进门就撞到脚。如果我住在这种鬼地方啊，我天天都会撞到脚的。新哥，为什么不租大一点的房子？大一点就贵多20块，你现在没有收入就将就一点吧。你知不知道啊？又来！我荷兰的房子啊，它种花的阳台呢，就已经比这里还要大了，交通又方便，还有大汽车。那是以前的事，拜托你啊，想想未来好不好？未来啊，如果我还是住在这种鬼地方，我一定会天天都摔跤。我很想念我荷兰的房子啊，还好这东西啊，你坚持保留着，现在很管用了。你对着它许个愿，让你快快回到荷兰的大房子，那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拜托你啦，人啊一定要认清现实，别老想着从前的事嘛，对不对？新哥，我的唱机呢？哦，放一首歌来听啊，可能心情会好一点的。喂，新哥，我的唱机在哪里？我叫你那个没用的唱机啊，换了这些有用的干粮和米。一首歌啊，顶多让你开心1-2分钟嘛，但是1包米可以让你吃足1-2个月。哦，对不起，糟糕，我是找阿哥的。哦，他不在。哎呀，糟了，这是我洗鞋子的水，很肮脏的。我帮你洗吧。算了。6月啊，不如我帮你洗吧，你的衣服是我弄脏的。算了，你已经洗了一大堆衣服了，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洗好了。对不起啊，真的很抱歉。你已经说了很多次对不起了，你不是故意的。你阿哥不在家啊？哦，他在丽凤的家。丽凤家？不是，他是帮丽凤搬家了，而且他还帮他找工作啊。
么不吹了？这首歌很好听啊，是吗？我很久以前就喜欢这首歌了。你的口琴也吹得很好啊。我乱吹的。不会这样吧？你教我这首歌。我不会教人哦。那，你唱一句，我跟着一句，这样子学哦。除了你，我不曾梦见谁，你的温柔还紧贴我心扉。再来一次。好。除了你，我不曾梦见谁，你的温柔还紧贴我心扉。下一句是。你的背影仍在我心内，我的心不离开，只为了再见你一回。好。你的背影仍在我心内，我的心不离开，只为了再见你一回。就是那句你今宵成灰，就是它往事春风吹不回，我还是期盼。怎么了？不说话？来了很久了？不是啊，来了一会儿了。哎，我妈的衣服穿在你身上，挺好看的嘛。会吗？嗯。哎，刚才我听见你唱歌，唱得蛮好听的。我怎么会唱啊？是阿周教我的。这首歌啊，阿周是最拿手的。哎，他吹口琴呢，还吹得蛮好听的。嗯，平时他闲着没事做，就喜欢吹口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实在太累了。你这几天经常不在家？对啊，一直在帮忙那个丽凤咯。这个大小姐都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长大的，被荷兰叔宠坏了，光是买鞋子就买了几10双。唉，没办法啦。现在荷兰叔啊，为了比赛跑到荷兰去，还打电话托我照顾他，帮人帮到底了。那既然荷兰叔托你，你就应该好好的照顾他。不过要是荷兰叔不回来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一直照顾他了。其实他是有一个姑妈住在联邦，不过他又不喜欢住在他姑妈家。那当然，毕竟住在这里比较好嘛。你笑什么？嗯？笑你呀、为什么到现在也不问我，我找你干什么？对，我怎么忘了？那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想抵下辛巴利，有个地方可以贷款的。算了，辛巴利已经给人顶出去了。累的话先回去吧，我自己走回家就行了。那老规矩，我送你到路口的转弯处。啊，累死了。哥，哎6月呢？走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多留他坐一会啊？他说他有事。哎，哥，你觉不觉得6月他觉得什么？他来找过你几次，你都不在。我告诉过他了，我在帮丽凤的忙。他是不是不高兴你跟丽凤在一起啊？不会吧？
我跟丽凤在一起是为了帮助她找工作啊、搬家啊这些东西啊。谁叫我答应荷兰叔啊，要照顾她？可是我觉得6月她……好了，你别整天6月这6月那的。我告诉你，6月呢绝对不是一个小气的女孩子。哎，不跟你聊了，我要去冲凉了。吴丽凤，吴丽凤，起来啦！起来了，吴丽凤，不要再赖床了。喂，喂，我起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起来，起来！为什么没有响呢？快点，起床，起床，起床！喂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说好今天去建工的吗？我在街口等了你很久了。哦，你给我5分钟就好了。5分钟，我足足等了50分钟啊！是真的5分钟吗？还敢讲？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建工的时候呢，穿得端庄一点，得体一点，穿得这么暴露，还穿牛仔裤，喂，我这样穿很难看没？非常难看。建工，每次建工都不成功。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？鞋店，今天一定成功的，这份工作呢最适合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带我去卖鞋子啊？对呀，你对鞋子那么有认识，知道什么场合呢应该穿怎么样的鞋子，你一定会做得很开心的啊！行，我只喜欢买鞋子，我不喜欢卖鞋子的。等有了新的工作再说吧。再说啊，我跟老板娘说好了，1个月有120块的工钱呢。120块啊？啊，走吧，快！哎，行，就是这间鞋店了。就是这些呢。嗨，老板娘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吴丽凤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吴家大小姐。怎么想到我家的鞋店当售货员啊？原来你们认识的，那太好了。来，叫老板娘，叫。老板娘。老板娘，这双鞋子让我试一下。好啊，哎，去拿鞋子给顾客试一试。行，去呀，去啊！走啊！脱你的鞋子。你看什么？你变态的！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哎，你是服务员呐，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态度呢？见你的大头鬼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在这当服务员的？喂，你大清早没刷牙，随便乱骂人！你才没刷牙！你不止嘴巴臭，你全身上下都臭啊！有话好好说吗？他把我的顾客给赶跑了。你以为你是吴家什么小姐啊？你个穷鬼老爸已经躲到荷兰去了，还摆什么吴家大小姐的架子，简直是做白日梦。对呀，我就是要摆吴家大小姐的架子啊！这份工呢，我不做了，你早点关门吧。喂，哎，我们走。喂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，喂。哎呀，不做就不做吗？为什么要骂人，还要用鞋子丢人？知不知道那个鞋店老板娘是什么人啊？我管她潮州、福建、海南客家人啊，我只知道她是鞋店的老板娘。老板娘，我说啊，她是烧狐狸啊！以前我爸爸带我来买鞋子的时候，我看见她勾引我爸爸的，我爸爸就是给这些坏女人给带坏。很好笑啊！你爸爸是出了名的风流人物啊，他喜欢的女人呢，可以排整条海南街啊。喂，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哼，我好想我爸爸。如果爸爸在的话，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哇，这些布好漂亮啊！哎，这块布如果做裙子的话，也很漂亮。我们是来找工的，不是来买布的。哎呀，找不到工作，买块布做裙子也一样啦。我，哼，走。不买
买就不买嘛，为什么要打我？我陪了你2天来找工作，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做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找一份工作呢，不必晒太阳，不会太辛苦，不会弄坏我的指甲，不必进到水，不必太……所以你想做的工就是吃了就睡，睡了就吃，可以赚多多钱。嗯，对。去宫西街。宫西街是什么地方？当我没说过。喂。宫西街。别看啦。李小姐要电头发，我们店里都是最新的款式。好啊，你就帮我订一个最新款式的发型。不，老板娘，你这里不是要请什么大爱、中爱、小爱的吗？哦，我们已经请了人了。这样啊，那你这有什么工作适合他的吗？我们这里缺少一个洗头发的女工，要的话留下来帮我们顾客洗头发。你要我帮别人洗头发？你等等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喂，不行，这个洗头就洗头了啊，不要再推了，坐。我连打字员都不想当啊！帮我画漂亮的指甲，要帮别人洗头，那我的手指和指甲天天浸在肥皂水里，那不是很惨？我才不干！老板娘啊，麻烦你帮他理个头发。鑫哥，你真的肯让我垫那个头发啦？老板娘，那我现在就快开始吧。不，老板娘，麻烦你将他的头发呢拉直剪短。说什么啊？拉直剪短看起来比较清秀，比较斯文，去监工的时候也显得比较得体。哎呀，荣阿星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我喜欢这个发型啊，不用你管。喂，你这事不用你管。你以为我很想管你啊？要不是你爸爸把你丢给我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你不要再逼我做些我不想做的事啊！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安安稳稳的找份工作做，有错吗？你当我是什么？要我跪在地上替人家穿鞋子啊？还要去替人家洗那些又脏又臭的头发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爸爸都要去算过命的，看过紫微斗数，看过星座，他们都说我命好。钱呢是自动送上门找我，我是不用去找钱的。他们还说我是……你是富贵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富贵花，我是不用受苦的。照我看，你一无是处，好吃懒做，牵牛花还差不多啊。什么牵牛花？就是不能够靠自己生活下去的牵牛花。你必须靠在墙上，趴在树上，缠在篱笆上，才能够活下去啊。你呀，活在人间呢，简直是浪费时间，浪费人家的粮食。你以为你很美呀？我告诉你，只要篱笆一倒，你也会跟着倒在那个烂泥里呀，你一无是处啊你！喂，你够了我，你不要再侮辱我了！你出去，我出去。干嘛？你出去，我不用你管了。你够了！我在你们新巴黎工作了3个月，1分钱都没有拿到，还要接受你爸爸丢给我的烂摊子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再好的人也会有极限的。我对你算是仁尽义至了，天底下自私的人多的是，我也多么希望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从今天起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的事跟我毫无相干，我再也不管你了，再见。阿信，你说真的？信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的，信。对，我是牵牛花，没有了墙，没有了篱笆，我怎么活下去？信，你不要走，信，我在这里无依无靠，我只能够靠你了。麻烦你告诉海曼船长，后天我会在码头等船的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多一通电话。喂，请问是 KB 洋行吗？对，你们这里要请一个收发员哈。哦，请到人了，那不用，可以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阿周，走了。哦。哥，你是不是真的决定要出海了？后天。你刚电话为什么打那么久啊？我另外打了1通电话，我帮丽凤找工作。你还在帮丽凤啊？那6月她怎么办？什么6月怎么办？哦，没什么。 6月她不是有工作吗？哎，喂，我下了船之后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妈。我会的。
要是那个酸梅婆有事没事来找你麻烦的话，不要怕，大不了不要在咖啡店工作。我知道。对了，后天咖啡店有事情，我可能不能来送你。不必送了。哥，你后天出海的事情要不要跟6月说啊？看我忙成这个样子也不来帮忙，你来干什么？哦，肯定嫂，6月她在不在？不在。他在啊！6月啊，6月，阿星找你啊，快出来！阿星啊，进来坐吧啊！谢谢你啊，肯定叔。6月，早有事啊？你有没有空啊？可不可以出去一下？不可以，要吃饭的，不许出去。过来一起吃饭吧啊！来。哎呀，你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没有酱油了，跟我买1瓶回来。哎呀，里面还有1瓶，你自己找啊。没有。哎，如果找到你喝完它。我说没有就没有。跟我来。哎，跟我来。进来坐吧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明天就要出海了。去多久啊？大概半年吧。我们走了，你的立凤怎么办？立凤的事啊，可真的让我烦死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做。哎，6月，你认识这么多人，你可不可以帮帮他？你是为了立凤的事才来找我的？当然不是啦。哎，这贝壳是我送给你的吧？说来真的很惭愧哦，出海这么多次，只送一个这样的贝壳给你。我也从来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谁说的？那这次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找一个最大、最漂亮的贝壳送给你。如果你忙的话，就不要花这种无谓的时间了。时间是有人安排的嘛，我一定会将这件事情呢，牢牢地记在心上。 6月，快来帮忙我找酱油。我看你忙你的吧，我先走了。你保重。肯定叔，肯定嫂，我走了哈。好，慢走啊。对了，这丽凤帮他找了6、7份工作，他都……你放心好了，立凤的事情我帮他努力。那谢了，保重。 6月，你都听到了？听见什么？那个龙阿星的心呐，根本就在那个丽凤的身上啊！都要出海了，还跑到这里来叫你帮忙他的丽凤找工作，啊，岂有此理！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啊？妈，你说到哪去了？我跟阿星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他喜欢上谁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哼！ 新哥，你要走了，我好害怕。不要怕，你存的钱呢，已经够你用上好几个月了。我也托了朋友帮你找工作，有了工作，你就有固定的收入，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不过要记得哦，钱要省着点用哦。发了薪水之后呢，那些该用的钱就先留下来，不要拿那些买酱油的钱去买醋啊。不过讲了也是白讲啊，你肯定拿去买香水的。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香水了。那很好，记得多搭巴士，少搭德士。还有啊，你住的地方的环境很复杂的，天黑了呢就别到处乱跑，记得把门户关好。你干嘛？哥，真的舍不得你。你别笑，你不要哭好不好？借用一下，你哭什么哭？ 我出海是因为我要工作，工作还不是为了要吃饭，对不对？懂不懂？懂。听不到。懂。乖，动不动就哭，小孩子这样子。不要再哭了。新哥，你说的对，
我真的是牵牛花。爸爸去了荷兰，牛要走了，我的大树和篱笆都没有了，那我这个牵牛花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还年轻，你还可以去找另外一个男人，到时候你嫁给他，他就是你的大树，就是你的篱笆喽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你上船以后，你可不要忘记我。还好没有人看到。走了，不用送了，回家吧。哎，还没走啊？哎，六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没走啊？还没。你来送我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刚刚下班，看还有时间，就顺便来送送你啊。哦，太谢谢你。哎呦，在催了，我走了，你要保重。你也要保重。再见。对，你什么都懂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所以你这个不懂的就问这个什么都懂的。好，哎，拜托。还有，等下你们一起回家，然后呢，告诉他在哪里下车，要不然他真的什么都不懂的。啊，行，就这样，再走，再见。喂，信哥，再见。你们六月是整条海南街的一枝花，论人品、论长相、论学问，哪里有人比得上？就是没人比得上，我才发愁。哎呦，这么好的一个女儿，你还发愁啊？女儿再好，也要结婚嫁人。整条海南街要找一个配得上月月的男人呐，真是很难了。哎，有个现成的男人，你没有注意到啊？现成的男人？你是说阿星啊？切！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我就火大。不是阿星啦，阿星论学问、论长相、论家世，哪里比得上你们六月？再说啊，那些海员的啊，跟很多女人都有关系的，好像我们家是。马佳音，不要拐弯抹角，你讲的那个男人是谁？快说吧。整条海南街啊，他是最有资格配你们六月的。你们六月是9号毕业生吗？他是大学生，你说配不配啊？哦，你是说阿彪啊？可不是。哎，不行。阿彪斯斯文文倒是不错，可是他那个妈妈，不用怕，老板娘不在。整条海南街最凶最恶的女人就是金梅，冲着她，我也不能让六月跟阿彪好啊。要是真的六月嫁过去，可有罪受啊！你没听说吗？阿彪说他不会永远留在这里，他会出国的。哎，他去美国，真的。哎，如果他出国了，一定把六月带去的吗？那老板娘啊，再凶啊，口水也不会喷到那边吗？哪里有罪受？你说是吗？哎，马佳音。哎，露西，这么巧啊，到农家给咖啡树拜寿啊？是啊，阿英婶。哎呦，六月啊，越来越漂亮了。今天陪妈妈去给咖啡树拜寿啊？是啊，在家里没事做，妈妈叫我陪她去，我就去啊。哎呦，真的好孝顺啊！哎，我们走吧。全咖啡店里的人啊，都知道我们说的那件事了。哦，他们对六月也很满意的。接下来就看阿彪跟六月有没有缘分喽。让他们先见面，如果有缘分的话，让他们继续走下去喽。对呀。恭喜啊！年年已经了啊，有心啊！走。啊，真的。哎，马上来。咖啡树啊，恭喜恭喜！
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，脸叔，祝你寿比南山。嘿，老板娘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送给你们的。最近鸡价那么贵，很多人都吃不起呀。谢谢你们了。哪里？玉华，你们有先了。哪里？六月，快跟咖啡叔拜寿。咖啡叔，祝你身体健康长寿。谢谢。我有5个儿子啊，就是少了一个女儿。如果有6月这么一个女儿啊，梦里也会笑啊。别这么说。来，给你嫂坐。好的。来，给您嫂。哎呦，那好。谢谢王先生。这6月这样一个好女孩啊，如果你们娶了为媳妇儿，不是多一个女儿了吗？哎呀，我只是怕我们家阿彪啊，他眼光高，不知道会不会看上人家呢？安娜，去把阿彪给叫出来。彪啊，妈找你。彪，等一下。现在是特别新闻时间，海外学生继续为保卫钓鱼台展开示威。香港大学生在日本领事馆外的示威。太好了，身为知识分子，大学生终于觉醒了，怒吼了。我们应该给军国主义者一个重重的反击。我非常支持这次行动，但是示威会有用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如果全世界的华人都站起来，我们就能形成一股谁也不敢低估的力量。这就是保卫钓鱼台的意义了。我明白了。如果我们现在放弃的话，别人以为我们好欺负。对，生命就是要不断的反抗和斗争。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，来支持那些保卫钓鱼台的同志们。很好啊。安娜，他们在说些什么？好像说好要去钓鱼啊。啊，是说钓鱼。这么快就约好下一次见面，阿彪真有一套。彪啊，你什么时候去钓鱼啊？妈，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做，你不要打扰我了。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。那大嫂进门之后啊，一连生了4个丫头，我就指望你啦。妈，我这边稿是今晚要赶出来的，你先出去好吗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出去。好，什么问题你问吧。你觉得6月怎么样啊？不错啊，蛮有见地的。你喜欢他？喜欢就好。那我就是特地安排你们俩见面的。我们2家呢是同乡，同乡配同乡是再好不过啦。我现在有新的看法，不想谈婚论嫁。为什么？因为三岛由纪夫死了。死了？跟你什么关系呀？你很爱他？妈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他是一个男人，是一个日本的名作家，但是他也是一个军国主义者。他闯进日本自卫队总部，发表军国主义宣言，然后轰轰烈烈的切腹自尽死了。我虽然不欣赏他的军国主义精神，可是我很欣赏他那种完成自我的大无畏精神。他一定是疯子。他不是疯子，他是日本的樱花，在他最灿烂的时候，选择了凋谢，完成人生的使命。妈，你先出去吧，我会考虑6月的事的。如果再啰嗦的话，我就不考虑了。好，妈出去，你考虑啊。知道了。老板娘，我家6月对永彪的印象好得不得了，说他斯斯文文，又大方又有学问。我们家阿彪啊，也是这么说6月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哎，怎么你家永彪没约我家6月去钓鱼的？哦，我看是因为我们家阿彪他忙啊。阿彪回来了啊！彪，过来这里坐。妈，快点扫。阿周，倒杯咖啡过来。哦，阿彪，我想约你到我家吃顿便饭呢。去你家吃饭？是啊，
Candy 嫂说啊，6月他对你有意思，想约慧茹啊去见一见。那好，我会约他的。好好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哈。这几天，我被我妈弄得啼笑皆非。我对我妈的这番做法呢，也非常反感。那太好了，我们都是读书人，应该不会让别人安排我们的命运吧？虽然我们住在同一条街，又是同乡，可是我们以前却很少见面。偶尔在街上还会遇见的。我爸生日那天，我们才算正式见了一次面。我们一起听广播，还谈了有关保钓事件的看法。是啊，我觉得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。你今天约我出来，不只是说这几句话吧？当然不是。那你就直接说好了，不必躲躲闪闪的。我一直是一个以国事为重的人。目前我最关心的是保钓事件，是三岛由纪夫之死，是军国主义在张牙舞爪。每次想到这些事情，我就会很激动。我觉得，爱情是应该建立在双方有着共同理想的基础上，而我的理想，就是改革社会。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试着接近我，跟我站在同一个高度。你笑什么？我觉得很可笑。不久之前，有一个男孩在这里跟我说过这番话。尽管你们内容不同，可是对我要求是一样的。你们都在诉说自己的理想，要跑遍这个世界，看尽这个世界，然后才考虑自己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家庭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告诉我怎么保卫钓鱼台，三岛由纪夫，还有什么改革社会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凭什么为了你去做一些我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事情呢？六月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想很坦白的告诉你，还有那个男孩，你们是太阳，你们的光芒太强烈了，会烫伤人。而我呢？我喜欢月亮，喜欢它宁静、温和的光亮。我并没有任何伟大理想。我妈妈认为，读书能读到9号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，但我不这么想。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。这样子就足够了。
细细的妩媚。除了你，我不曾梦见谁，你的温柔还惊天我心扉。你的背影仍在我心内，我的心不离开，只为了再见你一回。